震驚消息：徐凱在電視節目中為譚松韻出頭，正面挑戰羞辱她的那名男子。在中國娛樂圈，體面往往比真相更重要，沉默常常被視為一種成熟的處事方式。然而，一場原本看似普通的電視綜藝錄製，卻意外撕開了這層維持多年的體面外衣。近日，一則關於徐凱公開強硬表態，疑似為譚松韻討回公道的爆料，在短短數小時內席捲微博、豆瓣、海外粉圈與娛樂論壇。沒有官宣，沒有點名，卻足以讓整個行業陷入集體震動。這不僅是一場明星之間的衝突，更像是一面鏡子，照見了娛樂圈長期存在卻被忽視的權力失衡、性別偏見與沉默文化。根據多名業內人士透露，爭議事件發生在某檔收視率極高的王牌綜藝節目的錄製過程中。節目原本設置的是輕鬆互動環節，氣氛應當活躍友好。然而就在鏡頭滾動、現場觀眾在座的情況下，一位擁有相當資歷和行業影響力的男藝人，突然對正在參與互動的譚松韻發表了明顯越界的言論。這些言論具體內容至今未被官方披露，但從多方流出的版本來看，大致集中在3個方向：針對年齡與市場價值的貶損，暗示譚松韻已過黃金期，不再符合市場審美；針對個人與私領域的冒犯，涉及不應在公開場合討論的私人議題；否定其職業成就，影射他的成功靠資源、靠關係，而非實力。無論是哪一種，都已遠遠超出了綜藝效果或玩笑的範疇。現場一度陷入尷尬的沉默。據悉，工作人員並未立即制止，而是選擇繼續錄製，這也讓事後輿論的憤怒情緒進一步發酵。真正讓事件升級的，並不是爆料本身，而是徐凱的態度。在娛樂圈，面對爭議，藝人最常見的處理方式無非3種：由工作室發布模糊聲明，冷處理，等待熱度過去，私下溝通，公開歲月靜好。但這一次，徐凱選擇了最不符合他過往人設的一條路。據多名在場人士與後續接觸到徐凱的業內人員透露，徐凱在得知事件後情緒罕見的強硬，明確表示這件事不能就這麼算了，並要求涉事者必須正面回應，承擔責任。對於一個一向以低調、專業、無負面新聞著稱的演員來說，這幾乎等同於主動將自己推向風口浪尖。不少網友評價，這不是公關行為，這是情緒反應。雙引號。截至目前，涉事男藝人的身份依然成謎。這並非因為線索不足，而是因為風險太高。業內普遍認為，該男藝人擁有以下特徵：資歷較深，或曾有現象級作品，在綜藝與資本層面擁有一定話語權，曾被傳出爭議言論或行事風格強勢。正因如此，現場無人當即反駁，節目組選擇事後補救而非中途叫停，也就顯得合情合理。一位娛樂博主直言不諱，這不是沒人覺得不對，是沒人敢說。雙引號。事件曝光後，輿論呈現出明顯的3層結構。第一層，為譚松韻鳴不平。大量網友指出，譚松韻出道多年，代表作與國民度俱佳，卻仍頻繁被用年齡少女感作為評價標準，這本身就是行業對女性演員的系統性偏見。35歲男演員是沉穩有魅力，35歲女演員卻要被問還能不能演女主，這公平嗎？雙引號。第二層，對徐凱態度的支持與驚訝。不少路人表示重新認識了徐凱，他完全可以不趟這趟渾水，但他站出來了，這才是同事，是人。雙引號。當然，也有理性聲音擔憂他是否會因此影響事業，但更多人認為，這種風險本身就反映了問題的嚴重性。第三層，對娛樂圈結構性問題的質疑。
話題逐漸從個體衝突延伸到更宏觀的討論。為什麼綜藝現場的冒犯屢見不鮮？為什麼女性藝人更容易成為被調侃、被貶低的對象？為什麼咖位仍然可以成為免罪符？從現實角度看，這是一場沒有完美結局的博弈。如果涉事男藝人道歉，意味着承認不當言行，商業價值受損；如果繼續沉默，則可能被視為逃避與心虛。節目組若公開視頻，風險更大；若選擇冷處理，又將面臨縱容不尊重的輿論指控。正如資深娛樂記者陳薇所言，這是一道所有人都不想答，但又必須面對的選擇題。隨着事件持續發酵，粉圈的態度也逐漸呈現出明顯分化。但與以往不同的是，這一次並未演變成大規模的粉黑大戰。譚松韻粉絲的態度出奇克制，不少譚松韻粉絲在發聲時強調，重點不在誰幫他出頭，而在他不該被那樣對待。這類言論在評論區獲得大量點讚，被認為是一種相對成熟、理性的粉圈表達。與此同時，也有粉絲主動呼籲不要進行人肉搜索和無證據指控，擔心事情從反不尊重變質為網絡暴力。而許凱粉圈內部則出現了另一種討論方向，支持者認為這是一次難得的價值立場表達，擔憂者則指出娛樂圈現實殘酷，硬剛可能換不來正義，卻可能換來封閉的機會。一條高讚評論寫道：我們當然希望他是英雄，但我們也害怕這個行業不允許英雄存在。這種矛盾心理恰恰折射出公眾對娛樂圈規則的清醒認知。在輿論焦點逐漸從個人轉向結構性問題後，節目組的責任開始被反覆提及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事發片段一度被列入可刪可保的灰色區域，最終是否播出、如何播出，成為高層博弈的結果。這再次引出一個老問題：在真人秀與綜藝中，剪輯是否已經成為一種權力工具？不當言論被剪掉，等於從未發生。受辱者的反應被弱化，觀眾便無從判斷，而施暴者則可以繼續保持體面形象。有網友尖銳指出，如果不是內部爆料，這件事是不是就會被一鍵刪除？這一疑問讓節目組的安全選擇在道德層面顯得愈發曖昧。許多評論認為，這次事件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的共鳴，並非因為當事人是誰，而是因為相似的情境太多了。在過往綜藝和公開活動中，女性演員被調侃年齡、婚戀、身材、情感史，早已不是新鮮事。只不過大多數時候，這些話語被包裝成玩笑效果綜藝感。一位業內編劇在長文中寫道：當一個女演員被冒犯時，她如果笑着接住，那叫情商高；如果拒絕，那就成了不合群。這種不對等的期待本身就是問題。而譚松韻的案例再次讓公眾意識到，即便是國民度高、形象正面、口碑穩定的女演員，也難以完全免疫這種結構性輕視。關於許凱的行為，輿論並未完全一邊倒的讚美，部分聲音認為他的強硬表態可能更多源於情緒，而非深思熟慮。也有人擔心，這種個人出頭會被過度浪漫化，掩蓋制度層面的缺失。但更多評論指出，正是這種不那麼完美、不那麼公關化的反應，才顯得真實。一位熱評這樣寫道：如果連這種程度的憤怒都要被勸冷靜，那我們到底在要求人做到多冷血？在一個高度計算風險的行業裡，任何非理性表達都會被視為不成熟。但這一次，公眾似乎選擇站在人性這一邊。從短期來看，這起事件或許會以無實錘無後續逐漸淡出熱搜，但從長期來看，它已經在3個層面留下痕跡。第一，
公眾對綜藝內容的容忍度正在下降，觀眾不再輕易接受冒犯及效果的邏輯。第二，藝人沉默不再被自動等同於專業，立場開始成為評價的一部分。第三，行業內部的不能說正在被一點點撬動，哪怕只是通過暗示、站位、轉發。正如一位導演在朋友圈所寫，也許這次不會改變什麼，但至少讓一些人知道，鏡頭不是保護傘。雙引號。結語：一次衝突，還是一次轉折？也許這件事最終不會等來一個清晰的名字，也未必會有一紙正式道歉，但它已經留下了某種痕跡。它讓更多人意識到，沉默不是修養，縱容不是成熟，體面不該建立在他人的難堪之上。而徐凱的那次不合時宜的強硬，或許正是這個行業最需要的，不那麼完美，卻足夠真實的一次反應。在風暴尚未平息之前，公眾仍在等待一個答案。但無論結果如何，有些問題已經無法再被輕易剪掉了。